男嘉宾小潘22岁，来自河北学生；女嘉宾小高22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一墙之隔的两个大学生啊，还网恋了一段是吧？对，网恋了多久谈的恋爱啊？大概3个月。憋坏了吧？一直想见啊，看看什么样是吧？其实我也害怕啊。看照片挺好看的，万一一见挺可怕的。嘿，现在敢说了，那个时候刚开始谈的时候打死也不敢说。这个现在谈了1年多了是吧？对，好吗？好。咬着后槽牙子说好，那是好还是不好啊？那都过到爱情保卫战来了。不是，你这个话对付爱情保卫战是个讽刺和挖苦。不是，什么叫都过到爱情保卫战来了呀？怎么了呀？我们这节目感情没相处好，那你就好好说话不就行了吗？你是夹枪带棒的，你弄我们干嘛呀？对不对？我们就都弄到爱情保卫战来了，你们这些人，你们看看反思反思吧，你们啊，就这脾气是吧？对。现在怎么了？谁不喜欢谁了？我要跟他分手。为什么？因为我俩之前网恋嘛。啊。然后他给我的感觉跟现在我真正了解之后，完全就是2个样子。他以前跟我说他是学霸，还勤工俭学，自己赚生活费。我觉得小伙子很有上进心啊。啊。然后现在呢，大3都要毕业了，毕业了还不着急找工作。我帮他找工作呢，他嫌我事儿多。然后现在呢，脾气还越来越大。半个月前我俩吵架。他说让我滚，那我滚就滚了呀！你现在又要求跟我和好干啥呀？当时那我一堆朋友都在那儿，他到那块对我就大呼小叫的，那我一帮兄弟在那儿，我不要面子呀。等于当着很多人的面他没给你面子。对对吧？那你也不能跟人说滚啊！我那当时不是着急嘛，所以我现在不就寻思让他回来。你是学霸吗？我整个学渣。认识他之前还行，现在不行，就是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学习是吧？对。对呀，这个基础真够厚的。现在主要的分歧就是因为这个吵架嘛，我相信一定不是，肯定有很多事情的积累，对吗？因为我大3开学，我自己找了一份实习工作。我学音乐的，我就在培训机构当一名音乐老师。挺好。我是本科，他是专科。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劝他也找一份工作吧，他跟我说他不想去。然后他想先学习，也考一个本科。这不挺好吗？那我不想提升自己的学历吗？对，我也同意了。他说学校环境太吵，要跟哥们儿一起出去租房住，能安心学习。我也同意了，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儿。可是他到那儿学习吗？他就是换个环境玩去了。我给他发个视频，我看他学习挺忙的哈，慰问他。他可倒好，大中午12点了，还在那揉那个迟模糊啥的。那不是晚上学起劲了，就多学会儿睡得晚。好，那大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我听电话那头打游戏，那你是学习的吗？劳逸结合。然后果不其然没考上吗？整天在宿舍玩，也不读书，能考上才怪呢。考上没考上？差点儿。差几分？不到30分。那差的也忒少了吧？哼。对呀，这俩人是这么谈恋爱的。没考上就没考上吧，我也没说啥，我就让他赶紧找工作吧。他简历我一看他也没动静，我就帮他投，有几家公司给他打电话面试，他也不去。这是为啥？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那陌生的号没敢接，怕别人把你骗了是吧？然后他学建筑的嘛，我哥在建筑公司，我又托我哥给他找了一份工地测量员的工作。其实我不想麻烦我家里人，因为我妈见过他。觉得他油腔滑调的，不同意我俩好。我给他找一份工作，也是希望家里人能同意，对他有个好印象。可你看看他，就这工作去了不到1个礼拜，突然撂挑子不干了。为啥呀，兄弟？我请假了，不是像他说那样，我那天跟领导请假了。是请假了，他直接给人发了一条微信，都说今天我身体不舒服不去了，这手机就关机了。你那是请假，气死我了。然后下班我特别生气嘛，我就去找他了。到那儿我一进去，他跟一堆兄弟在那儿又吃又喝看电视呢，还挺开心。那气得我就说了他2句，然后他脾气比我还大，对我大吼大叫，然后让我滚。我滚就滚啊，现在又缠着我。那不是那天有一场国际的电竞比赛吗？那天多重要了，然后我也跟他请假了，我没去一天又没有什么大事儿，
我那帮哥们都在那儿都看着呢，你就直接到那块对我大呼小叫的，我不要面子啊！然后之前呢，专升本不是失败了吗？我让他找工作也不找，跟我说要学 IT。我看人家那学 IT 那个，现在就业的机会又多，挣的又多，我这不寻思着学个 IT 吗？这不挺好吗？我也跟你说了。那你倒是学成了，你去了几回？那不去2天，那发现那个机构不靠谱，我不就跟我哥们没去吗？其实人家是觉得你不靠谱吧 ？IT 没学成，后来又跟我说要成人高考，想回家复习1年。我一想，这肯定又是换个地方玩，所以我就让我哥给他找工作嘛。哦，这是一环一环来的哈。哎，你特别有意思啊！看电竞比赛就不上班了？上什么班？没前途。那啥有前途呢，兄弟？现在还没毕业呢嘛，先不着急上班。你不是已经毕业了吗？那不还差1个月呢吗？行，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就是我不想跟他分手。那你就勤奋点呗。是勤奋点。错没错？错了。错在哪儿了？就是太懒了，然后平时也不修边幅，然后对他也不那么上心，所以我就都改。哎，他租那个房子是自己住还是一帮哥们儿住？跟几个哥们儿合租。收拾的怎么样？说这个，那更气得我。他以前跟我约会的时候特别爱干净啊，每次人都是男生等女生，每次都是我等他，等他倒饬1个小时，出来还喷香水。以前在宿舍我也不知道他啥样，现在租房子了，我可以去他那儿看。到那儿一看，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啊，哪知道他给我一惊吓。他那个屋就是一垃圾场啊，那地上都是垃圾，我想进去都没地儿迈脚，饮料撒一地就沾脚，然后那床就半扇能睡人，剩下那半扇臭袜子、脏衣服、数据线、饮料瓶还有外卖盒。那不是享受生活吗？那2天正好是我们放假，然后我跟我哥们在我们那儿学习，废寝忘食嘛。正好那天要收拾来着，结果你去了，你都没跟我打声招呼，我自个儿还不乐意呢，你还老说这事儿。还怪我了，我也没让你去啊。当时直接看这么乱，我就帮你收拾啊。你可倒好，你在边上对我指手画脚，然后他还嫌我这儿干的不好，那儿干的不好，还老说我。那我也没让你去，你自个儿去的。你说给我个大惊喜，我不也给你一个吗？行，有点意思。姑娘有一句话你听说过吗？叫有多远滚多远。他让我滚，我滚。我叫你来这儿，我不是让你来气我的，我就是要跟你分手。我要滚，我滚。我先不置气啊。哎，你对未来到底怎么打算？咱们好好说说。其实我就是想参加一下成人高考，因为毕竟上次没接上，然后自己心里也是怪难过的。然后也自己一个人难受了很久，然后跟我父母说可以支持你，先提升一个更好一点的学历，然后再去找工作，然后路子也宽嘛，挣的也多。其实事情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他可能是对我有点失望，我知道。啊，喜欢他吗？喜欢他。喜欢这姑娘什么呀？长得漂亮，温柔。他学历也高，他是本科嘛，我是专科。我爸还跟我说呢，你根本配不上人家。我说那他还喜欢我，不就挺好吗？我爸说人家会找更好的，我说不会吧，那样。害怕失去他吗？怕。你当着他母亲的面那么用他母亲的话说油嘴滑舌的，为什么要那样去表述啊？当时我觉得我去讨好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会觉得我特别好，也会认可我。然而我就是去奉承他母亲，他母亲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靠谱、不正经。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讨好他而已。小伙子这个认真说起来，还是有自己的真的情感在这儿的。我相信谈了一年多，对吧？在大学里的爱情还是比较单纯和纯粹的，但是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女生希望他能成长得快，男生好像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女生都认为倒退回去了，是吧？对。所以女生受不了了，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应该怎么说？梦想照进了现实，网恋嘛，对，一开始都是虚幻的，然后见到现实当中呢，觉得哎，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其实不是他变了，他一直就这样。但只不过在他追你的时候，他为了迎合你，所以把他所有能够展现出来最好的一面都展现在了你的面前。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总会抱怨说，为什么你在跟我在一起之后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你就变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其实没变，只不过呢时间长了，慢慢他本性的一些东西就会暴露了。那么要不要往下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真实的他。
虽然我一开始先说的是女方的问题哈，我最终要说的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现在都应该先停下这段恋爱，先踏踏实实的想一想自己的未来。你以为刚才那样的表述，我们现场所有人哈哈大笑是幽默吗？不，我们其实内心真正的想法是，这男孩怎么对生活这么不认真负责任呢？现在有一个词叫积极废人，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给自己立一大堆的目标，但是没有一个去执行。然后这一类人呢，心态上非常的积极，想着我明天要干嘛，我后天要干嘛，恨不得给1年都列一个目标的计划表，但实际能够执行的微乎其微。与其给自己立那么多的目标，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眼下的每一件事儿。不要眼高手低，不要觉得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而其实你只是在这个水平线上。把这个水平线上的事儿能做好，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好吧？我就祝你能找到真实的自己，女孩呢，也祝你能找到幸福的另一半。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徐总，女孩觉得挺失望的，对他，对，就好像从万丈高楼都摔下来一样。不要这样，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只是说你慢慢的要去发现什么呢？很多东西是可以因为爱去改变的，或者说为了你，或者为了你们共同的未来去改变的。比如说一些习惯，就你看不上他那些邋遢的习惯，为什么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还是那么衣冠楚楚的，但是现在是这样？因为他觉得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了，他是可以放松了。你要做的就是说不让他放松，你不能接受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如果这种习惯能够改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往下走的。但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不能往下走，就是他完全跟不上你的脚步了。如果他在意识上认识到了，但是不愿意去做改变，一定要走。离开不仅是对你有好处，对他也是一个警醒。否则如果你一味的去包容他，去帮他找，帮他做这，帮他做那的话，他的能力是越来越退化，尤其是不自觉的人。而男孩呢，知子莫如父啊。你的老父亲说的很好，你配不上人。可是如果你真的想争一口气的话，真的爱对方的话，你应该去改变。你之前所有做的那种假象只能瞒得了一时，但它只是一种技巧，它不是一种动力。如果说你能够把这种爱化为自己的动力，积极向上的话，你是可造之材。但是诚如你一上来就这么油腔滑调，挺没意思的，因为你只是在博一时取巧。这么做既挽回不了爱人，也成就不了自己，明白吗？明白。就这样，谢谢曲总，谢谢。来，严老师。可能不仅仅是你一个姑娘，有很多女孩都会有同样的困境。明明这个男孩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明明这个男孩对我也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但我就是分不开。这是爱吗？是感情牵制着我无法离开吗？不是。其实不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是错误，但在情感当中，我们真的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果断离开才叫对自己好。干嘛要浪费时间呢？既然你已经发现他和自己那么的不合适，还在上面消耗，那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如果对自己好，就相信自己也许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现在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我是希望你能够及早抽身，我丝毫没有听到你现在对他还有任何的希望。好，谢谢袁老师。来，涂老师。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他就是这样的。你是有志还是没志？没志。对，你也知道自己没志，所以你常立志嘛。但我要说的这个志气，还不简简单单是说自己的将来的人生、学业和工作你没志，你对这段感情也没志。你们俩聊了3个月是吧？嗯。聊了3个月，他让你形成一种习惯了，你天天要跟他聊，吃什么干什么都要跟他说。是。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说：“我不想跟你聊了，你不做我女朋友，我就断了你的念想，我不跟你聊。”但哪知道抽刀断水，水更流啊！结果他就成了你女朋友，是吗？是。
所以他对这段感情获取还挺容易的。你一直被他把控在手里，他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他旁边的同学和朋友吹牛。你看，我一大专生，隔壁学校一漂亮本科生，我轻易就追到手了，而且倍儿听我话。你吹过这样的牛没有？吹过。所以说，在最开始你是他的一个猎物，后来追到手之后，他没有加以珍惜。我相信是有感情的，但这段感情更多的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就是他把你当成一件战利品，所以他才不会珍惜呀。所以到最后，当他在你面前表露出他原本的样子的时候，他表现得丝毫不在乎。你说有哪个不喜欢你的男人会不在乎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不至于像块滚刀肉一样，我就这么脏，我就这么不上进，不会。甚至在你的母亲面前也不会油嘴滑舌。他在最开始的那3个月跟你都能那么装，在你母亲面前难道不能装一装吗？他觉得他已经把你给拿死了，所以才会在哥们面前让你滚。他没有把这段感情太当回事，而你呢，太把这段感情当回事儿。其实在一开始这个男生说如果你不做我女朋友我就不跟你聊，你就应该意识到是有问题。因为真的喜欢你的话是与你无关的，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和技巧作为要挟又或者是作为平衡，爱你就一直关注下去。你不要太把这段感情当回事儿。在最开始的时候，感情的迷恋都是靠幻觉的，你营造出来的是你想象的那个他，所以有了更多的希望，才会有更大的失落。所以我觉得男生有点志气，你要真有志气，你不光是工作上，你可以提前规划，努力一些。你在感情上如果有志气，只要你想明白你是真喜欢他，你有志气可以再追的，但不至于到这个舞台上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挽留，也不真诚。其实今天多多少少你为什么还会嬉皮笑脸，就是你要告诉所有的男同学和你认识的人，甚至告诉你爸，如果我今天这么嬉皮笑脸，他回来，你看我有本事吧，但我不能太认真，我要是太认真都挽留不回来，这面儿就跌了。所以你会表现得好像有点不太认真。我觉得情感就应该认真，输就是输了，当时没志气没重视就是没重视，老爷们就承认。只要接下来一刻你是认真的，请你拿出十足的架势，让对方了解自己。行，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今天其实你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叫自以为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不是我们人不好，不是我们品格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因为我们年轻不懂，所以我们自以为是。女生不要去放大它，情感可以不成啊，不合适可以，但是不要那么去否定一个人。他有优点吗？他有。其实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用这样的方式跟女生的母亲去说？我把它翻译过叫装过了嘛，不知道怎么去装嘛。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还是在装，他是怕受伤嘛。你说的这个恰恰是一个大学即将毕业懵懵懂懂又想跟社会对接又在逃避一个男生的一个现状，所以他挺符合这个。但是你说他多坏没有，只是这小子有点自以为是，太不认真。但是主流是什么呀？你得向上。今天老师们意见特别大的就是你这小子太不向上了，关键可能你那个态度给人造成了一种误解。所以女生啊，清晰的看，不极端，不合适是不合适，就现在我不喜欢他了，大大方方的告诉不喜欢了。男生也是这样的，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做的不好，但是毕竟年轻啊，要往前走啊，好好的相爱，爱过了不再爱了，正确的面对，带着一份美好离开。男生不要纠缠，因为你学习你努力你上进只是为你自己，跟这姑娘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吗？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梦。
媳妇儿，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就一次。然后，其实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啊，他们都说过了，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以前做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而且包括来到这儿还跟你嬉皮笑脸的说话，我上台之前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当然，老师们都在劝你离开我吧。就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留下来。其实你原来对我也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变得这么不上进，整天的懒散、无所事事，想一出是一出。你这么天天在天上飘着，也不脚踏实地。这即使我跟你好了，以后你要是还这样，那咱俩咋生活呀？我改。我觉得你改不了。请亮灯。我最后补充一句啊，给电视机前更广大的朋友补充一句啊，学习好的永远是那么3-5个，工作努力的永远是团队的20%。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成就的男人，那是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不勉强你们一定要在一起，但是男生记住，今天算一课，奋起啊，好不好？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老师，我现在回来并不是想再纠缠他，其实我觉得他像您们所说的一样，他离开我了，确实对他也好，因为从前的我太不像话了。我希望今天来过这个节目以后，跟从前不一样，然后好好努力，再把他追回来，行吗？好，加油吧，小伙子，请回。是我太